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庭宇。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5月24日，国内通过同婚专法，同性婚姻正式合法化。虽然以专法作为法源基础的同性婚姻与民法婚姻仍有差异存在，同时在跨国同婚的部分也还有障碍需要克服。不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专法上路1个月来，全国登记结婚的同性伴侣已经超过了1000对，总计有1173对。其中登记结婚的女性伴侣有790对，超越男性的2倍。同婚合法上路后，国内同志社群有哪些变化？同婚对同性伴侣又将带来哪些实质的影响？而其他已经通过同婚合法的国家，他们的社会有没有哪一些改变呢？一起来看看独立特派员记者李杰玲、张志龙的报道。好，这边晚上吧。不好意思，请帮我修复月版，谢谢谢谢。这一段日子，我相信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忧虑。记得要讲好尺寸。你帮我们多跟委员说，谢谢谢谢。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委员其实是得到了错误的讯息，他们以为行政院版是一个不符合公投的一个法案。委员帮我们支持一下，已经第3次了。主要就是要来这个帮忙，然后能够把正确的讯息传到这些可能还蛮犹疑的立委的手上。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团体在专法表决前固守立法院各个出入口，积极争取每一张票。支持院版，谢谢。公投的这个结果不如预期，我们可以理解，那是因为社会不认识同志。可是我们至少心里有一个底，就是这个国家的宪政是保护同志的，这个国家的宪政至少肯认了同志有婚姻自由跟平等权。我们要结婚。2019年5月17日下午3点27分，立法院主席敲下议事锤，台湾成为亚洲第1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然而，同婚之后还有许多未尽之事才刚揭幕。喂，基地你好。哦，有什么事我可以协助你的吗？我们这边平常在接諮商的案子的时候，很常遇到的是，比如说跟家里的出柜啊，或者学校的霸凌。可那一段时间，大家几乎打电话来谈的都是公投的事情，然后电话量啊，或者是在要转到心理諮商的服务量，其实都非常的高。2018年11月24日与9合1选举同步登场的爱家公投。开票当晚，致力于性别平权与諮商陪伴的同志团体举办开票之夜，一起等待结果。有的人来的心态是，今天不就是会过吗？就大家可能同温层太厚。那有的人其实在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预期到那个结果可能不一定是那么理想。我记得那天应该是10点多还是11点多，当他整个停住之后，那个时间点大家才开始崩溃。在陈延汉的记忆中，公投开票之夜是一个同志社群受伤的夜晚。台湾社会透过盖章投票的具体行动，一票票地表达了对同志的不认同。在公投结束之后，我听到很多同志在聊天嘛，然后他们有提到一件事情，我自己也感同身受。那时候公投的比数是大概接近2比1左右，就是700万比300多万。然后我们会走在路上就开始觉得，哇，这里有10个人，里面有7个人是讨厌我的。就是开始会有很多同志会有这种心态，在路上、在公车上、在学校里面，就会忍不住去想说，这些人里面有70%的人，他们是反对我的存在，他们不允许我结婚，然后所以变成他们只要走在路上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上一次的党团会议已经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然而，随着同婚专法进入立法院审议，即使面对3种版本的攻防，依然有同志团体朝着合法结婚的目标迈进。在有这个合法的关系之前啊，就是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准备，比如说大家对于法律上可能就需要一些认识啊，或者是伴侣关系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比如说我们现在出柜程度跟家人出柜的议题，是有很多其实需要讨论的。在过去，因为同志不能结婚，
所以我们的关系上就是那个想象只在于我们好像可以交往，那个交往就是一辈子，大不了就是进下一个阶段就同居，就停在这里了，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缺乏对往前的想象。经过法律认证的婚姻关系，对同志社群来说是一件遥远模糊的事情。于是，在同婚即将合法上路之前，同志团体也开始举办一系列活动，强化社群对婚姻的认识与了解。有办过活动是请心理师来谈说，如果两个同性伴一对同性伴侣他们如果要结婚，那他们事前可能需要哪些准备？那这边包括提到很多是，两个人对于比如说同居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个共识？然后或者是两个人对于怎么跟对方的父母相处，或者是有没有自带，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共识？5年的期间，其实伴侣盟也是历经了这个行政方面、司法方面、立法方面，我们几乎所有的程序都走过一遍的，终于有今天的成果。2012年，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推出婚姻平权、伴侣制度以及家属制度等多元成家3法，简志杰、许秀文更是其中重要推手。妈妈昨天特地把这个戒指找出来，说要送给秀文。虽然我们的法律说我们不是家人啦，我们没有姻亲关系，但是我相信在妈妈的眼里，秀文就是我们的一家人，所以我要把它送给秀文。以阿嬷留下的戒指作为信物，同婚合法化后，户政单位提供了2种版本的结婚书约，一种是以民法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一种则是依照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所成立的婚姻关系。现在这个专法在压力底下做了若干的妥协跟折冲，那这些折冲包括没有完整的收养权，那包括就是说同志结的这个婚是不会建立姻亲关系的。这就好像说变成是2个人的事情，不会是2个家庭的事情其实那个会有连带的一些影响。透过民法或专法所成立的婚姻关系，两者主要差异包括结婚年龄、近亲结婚限制、收养以及与配偶家庭关联性等。其中收养限定必须是配偶的亲生子女，将导致同志婚前所收养的孩子可能面临收养风险及继承权益受损。同时，施行法中并未触及同性婚姻所衍生的姻亲关系，未来在抚养配偶、父母等问题上可能产生争议。不过，在众多需要配套解决的同婚问题中，伴侣盟将下一个战线锁定跨国同婚。伴侣盟跟我个人几乎是每天都收到不同的跨国伴侣来信求助。同婚还没通过的国家，那如果台湾人交往的伴侣是来自这些国家，他的婚姻没办法在台湾有效成立的这个难题。然后还有一些会需要境外面谈的21个国家，这21个国家其实也都还没有同婚，还没有法制化。我们会要求台湾人要先在这些国家跟他的伴侣登记结婚，不过然后才做境外面谈，确认他婚姻真实，才会发给签证，然后进来以后才能够再转居留等等的，一步一步去申请。那这些国家如果同婚还没合法，他第一关就是他在他的国家不可能登记，所以其实这个也会需要配套的措施。缺乏配套，让跨国同婚成为悬而未解的难题。我们那时候自己有办一个小小的婚礼，你们自己办的？对，就是我们这次来。阿武与他的伴侣在25年前签下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结婚证书。修剪其实是有时候是个人，有时候是双方的关系。与伴侣共同走过1/4个世纪的岁月，阿武用花艺来譬喻与伴侣的相处。原本2人并不在意彼此的关系有没有法律的认证，然而4年前的一场大病让阿武惊觉法律认证其实很重要。我生病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超音波，要注射显影剂，就一定要我家人来帮我签这个字。我说我自己签不行吗？他说不行，
一定要你的家属，他也没有办法帮我做主，就一定要我们也请了半天假从台中风尘仆仆上来帮我签那个字。生病后，阿武强烈意识到，长久岁月的相依，无论彼此多么熟悉，一旦许多行政程序以及社会福利与婚姻联动时，实务上就会产生问题。就像现在好了，现在这房子是他的名下嘛，那我的名下是另外的房子嘛，那这个房子，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的这一层关系，我就是个陌生人啊，我没有任何主张的权利啊。也是比比皆是，也有10几年、20几年都有啊。对，只是他们不太愿意站出来，就是默默的过小日子这样子。相伴25年，阿武说没有想过有一天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得到法律认证，决定要在当年签下结婚证书的纪念日里与伴侣合法登记。结婚时我就把保险受益人我已经换成他了吧？对啊，不然以前要有跟我的保险。法案通过后，同志团体透过婚宴的集会方式庆祝同性婚姻在台合法。然而，另一个疑问是，同婚之后，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其实是透过一个跨国、跨年度的整合的资料所做的分析，然后它其实是排除了，因为每一个国家它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间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透过统计模型把这些不同可能影响的因素排除在外之后，去讨论就是通过之后对于这个国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国内同婚议题纷扰之中，张怡君透过137个国家，横跨1980到2013年的时间轴，以国际统计数据探讨各国在通过同性共组家庭法案后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分析结果其实是会看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对于生育率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它不会让生育率突然之间会恶化或者怎么样。然后当然这个结果当然也是一样，就是艾滋病并不会因为同性婚姻合法化就出现蔓延，然后突然人数变很多这样。统计结果显示，在生命延续威胁部分，无论是生育率、死亡率或平均余命，与同性共组家庭之间都没有显著影响。天灾威胁以及艾滋病蔓延等部分也出现没有显著影响的结果。比较特别的是，在性别态度偏差的分析里，同性共组家庭反而在两性权利分布平等化出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就有点像是性别工作平等法的概念，就是当这个政府规定说，你在聘雇员工的时候不能够有性别的差异，那你即使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觉得我比较想聘男生，不想聘女生，但是你不能在公开场合，或是你不可以公开的说这些歧视的言语的时候，整个社会其实是会朝一个更平等的方向前进。不是所有同志都有办法出柜或有所爱的人适合结婚，但是当法律允许同志也可以使用我们国家的婚姻制度，那其实就是使得公部门必须认识同志，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在这个公部门的职位上，其实他就是得处理啊。台湾同性婚姻在纷扰未平的社会氛围中合法上路，激励了韩国与日本等邻近国家的同志社群。모든 사람들에게는 사랑을 할 권리도 있고 사랑을 받을 권리도 있기 때문에 저희 한국도 대만을 따라서 동성혼이 합법화가 빨리 되었으면 하는 바람이고 모든 차별이 사라졌으면 좋겠어요. 法令的出现其实是为这个社会画了一个应然的方向前进。那实然虽然跟应然之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距，对，但是我们会知道那个应然是一个我们要追求的价值，我们要前进的方向。那我觉得那其实是。谢谢这一路来好朋友的相挺。透过制度化的机会，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然而，在性别平权上，台湾社会氛围将有哪些实质变化？唯有时间能解答。
目前同性婚姻全球只有27个国家合法，同时还有71个国家明文规定同志关系是违法行为。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然而，同志身份在台湾能不能透过婚姻合法的法治机会，得到社会更多理解与认同，进而创造更平权的社会样貌，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